大家好，我是安德勒。那今天我们来到了猫空，还有今天不太一样的是，我今天戴了我自己做的帽子。Loco 他今天带了自己的背包。Loco， 对，他带了自己的背包，因为我开始要训练他多日的登山，所以现在正在做负重训练。里面现在没什么东西啦，就只有他的水碗，还有他的便便袋，然后还有他的一些其他的小东西。还有其实，今天距离上次拍摄其实已经经过2个月了。那大家其实可以看到说，我有在戴口罩。对，因为现在还是在疫情期间，虽然已经降到2级。但是为了安全起见，还是要戴着口罩。虽然爬山会比较累，比较辛苦。那我现在要往银河洞出发，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吧。那我们就是要往银河洞瀑布的方向出发。哇，碰到倒木了！一路上也会有一些这种倒木，所以要小心。其实这边是没有规定说狗要上牵绳的，但是因为我没有来过这里。也不知道说人会有多少，所以为了以防万一，我还是会把塔罗口先上牵绳，等到看起来情况比较好了，再把牵绳放开。一直往下走之后，会看到一个岔路。那这个岔路往左边呢是往土地公庙，一个小小的土地公庙。那往右边是往银河洞的方向。你可以看到说，在左边这边会看到一个土地公的告示牌，但是我们没有往土地公的方向走，所以我们要往右边。然后往下走，往下走一小段之后会经过一条河，过了那个桥之后会看到一个指路牌，上面说往右会是往银河洞瀑布，往回走的话。就会是猫空缆车，还有戴老坑山。那我没有要往银河洞瀑布方向走，我是要往左边。那左边往上爬的路感觉比较少人走，所以大家在爬的时候要小心。我也是第一次来，所以就看之后会怎么样咯。这边的路的确还蛮不好走的，大部分都是碎泥哦，小石块还有泥巴，然后而且还蛮陡的。如果大家要来这边走，要小心一点，因为这边的树丛非常的密集，有一点潮湿，旁边有时候会有河流，所以其实蚊虫还蛮多的。可能会有硬皮，或者是蚂蟥，还有小黑蚊，还有蚊子。那最基本的一些蜘蛛啦、蚂蚁啦，还会在你的头啦、眼睛还有耳朵旁边飞来飞去的小黑虫，都非常多。所以可能来之前，或者是你身上
要带着防虫喷剂，虽然这样子对大自然可能不太好了，但是被硬皮咬到，可能就不是开玩笑的了。而且地上真的是非常潮湿，还泥泞，但也有可能因为前几天才有台风啦，台风过了几天我就过来了。今天可能还是会有午后雷阵雨，也许从12点就会开始下。那现在已经是11点多了，我可能需要开始赶路。等我赶到一定的程度之后，我再继续拍摄吧。好吧，那塔罗克因为他实在太怕水了，他不敢过河，因为我也没有把握可以抱着他安全的度过，而且等一下又要开始午后雷阵雨，那我这时候选择撤退。结果我还没到我停车的地方，就开始下大雨了。我只好等到雨小一点再去骑我的车了。这次我原本预计的路线是这样：从猫空先走漳湖步道，往银河洞瀑布的方向，之后再过了土地公庙的地方，偏临银河洞，往二格山的方向走。但因为到了梅子寮溪的地方，塔罗口怕水，加上预报说会下雷雨，所以我就撤退了。回家之后，我再研究了一下地图，决定换这条路线上去。我要走的这一条路线似乎是叫做二格山列纵走。这条路一开始走起来十分的陡峭，而且它的步道都是属于泥土，所以在下雨的时候会非常的湿滑，有点危险。那今天我是在下雨过后才来的，那雨不是很大，所以就不会太担心步道的问题。在比较陡的地方也会有拉绳出现，但是一般我是不太会真的使用拉绳啊，因为毕竟不知道这条绳子在这边多久了，然后也不知道它的绳结到底是不是牢靠，所以如果不是我自己家的绳子，我一般是不会去使用的。最多就是来不及的时候当做一个辅助使用，但不要把你身体的力量全部放到绳子上面，不然会很危险。那我终于到了鹅角格山了，它只有海拔485公尺，但是从刚刚到这个地方，它就是一路的陡坡往上坡，还戴着口罩爬，真的是非常的困难，也许只是我能力还不够啦，但是戴着口罩爬，还真不是开玩笑的在经过鹅角格山之后，步道就会开始变得比较平缓，陡上的上坡会比较少，有点上上下下的感觉。会变得比较好走一点，偶尔还是会碰到稍微比较陡一点的上坡，但是不会像刚刚上鹅角格山的时候一样那么陡了。
再走一阵子之后呢，就会到这个平台。那大家可以看到说，这边会有一个指示牌，上面写着往银河洞瀑布。其实我上次就是打算从那条路过来，可是因为被河流阻断，只好撤退。到了这边之后，就会接上我上次原本想要走的路线了。塔拉库！之后路就会变得更好走，几乎都会是平平的一直往下走。这条路走起来还蛮舒服的，如果有风的话，感觉其实还蛮棒的。在一直往下走之后，就会来到一个比较宽广的腹地，这边会有非常多的岔路，那大家来走的话要十分小心，要先确定好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走，不然很容易就会迷路。那我是要往中继站的方向出发。可以看到说这边有一条路，然后塔拉口现在正在挖洞，我不知道他闻到什么，但他也在挖洞。好了，塔拉口，好了，好，没有，我们要回到正题。这边有第二条岔路是往下走的，然后还有第三条岔路是往右边走的，但是我现在是要往这边，没有要往下走，要往塔拉口正在挖的这条路走。再继续往下走一点，就会碰到这个一个非常大的石头，会从上面要走下来。这个石头在下雨过后，它变得还蛮滑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。走了一小段之后，又会碰到一个岔路。这边岔路真的是非常多，大家一定要看好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走。往二格中继站的方向继续出发的话，就会来到一个有点像是田的地方吧，感觉这边的竹子是刻意种的。再往下走一点，就会看到一个岔路，它往前走，似乎是受尽吧，看起来是没有路的。然后有绳子，所以要往上走。这边是一个还蛮陡的陡坡。走上来之后呢，在地图上其实这边会看到一条岔路，现在已经看不出来了，这条路应该非常久没有人走了，但地图上是有的。再过一小段，就会看到牌子说猫空间。那这边后面还会看到一大片树林的窗口，还蛮漂亮的。那边应该就是二格中继站了，看地图上的位置，应该就是二格中继站没有错。那我试图往这边出发，之后再对一下地图，看到底是不是。刚刚在那边看到的地方就是二格中继站，让大家来看一下二格中继站吧。靠很近的时候好像反而看不太到，但这边就是二格中继站没有错。
所以往上面就是2个中继站了。然后到了这边，就其实有点像林道了，因为这边似乎是有水泥还是柏油铺出来的路。希望等一下都会是这种路，比较好走。大家好，我们又回到了室内，因为那天后来阳光很快就没了，那拍的东西都黑漆漆的，所以我就没有放到影片来了。但到了2格中继站之后，路会变得非常好走，大部分都有水泥铺过。那从中继站到走下坡到朝南，大概花了我和塔 loco 30分钟的时间。那走到最后几乎是全黑的状态，所以我有把头灯拿出来用。那虽然我来的时候啦是夏天，但我觉得夏天其实并不太适合来，因为夏天经常会有午后雷阵雨。那在下雨前的温度大概会是30到35度中间，湿度又很高，然后又很闷，所以很容易会中暑。然后下完雨虽然会凉一点，但是步道会变得潮湿，有积水，然后又很泥泞，很容易会滑倒。那总体上说起来呢，我觉得这条路线并不太适合完全的新手来走，因为它会有非常多的岔路，然后会有微地形要过，然后呢，路上会有倒木，会有比较大的落差，然后会陡上陡下的。熟悉路线的话，应该2个小时左右可以走得完吧。那不熟悉路线的话，可能会要4个小时或者是更久的时间。所以要来走这条路的话，我觉得你可能要会用离线地图啦，然后你要携带头灯，还有你要携带哨子，这样子比较安全。那这次就先这样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